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《不让心灵衰老的生活方式：摆脱年龄的束缚》这本书。大家最近是否感觉到自己的欲望在逐渐减退呢？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曾经拥有的欲望不可避免地减弱了，梦想和希望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年轻时，我们或许有过更多的渴望，比如想赚更多的钱，或者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很多人都会有这些欲望，曾经有不少人被财富、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些最原始的愿望所困扰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些强烈的年轻时的欲望逐渐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不想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。比如不想生病，不想失智，不想长期卧床，不想衰老等。这些想法是否也在占据您的头脑呢？然而，和田秀树先生作为一名老年医学专家指出，满足这些不想的欲望其实非常困难。想不生病，但即使我们时刻注意身体检查，也无法避免癌症的侵袭；想不失智，但据作者多年解剖100多位老年患者的经验来看，85岁以上的人大脑中没有发生阿尔茨海默型变性的几乎没有。的确，为了避免长期卧床或失智，保持走动和动脑是有效的，但这只是推迟的手段，完全避免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然而，作者在这些不想的欲望中指出，有一项是可以实现的，那就是不想衰老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皱纹增加、背部弯曲、脑力下降是无法避免的，但这些都是外在的衰老。而如果内心保持年轻，您就能一直拥有年轻的心态。反之，有些人外表看上去年轻，思维清晰，身体也强健，却因内心的衰老而显得老气横秋。能否保持年轻的心态，或者陷入衰老的思维模式，取决于您的内心选择。本书便是关于如何保持年轻心态的实用方法和思考方式。当我们谈论保持年轻、抗衰老时，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外表的年轻，但比起外貌，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年轻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心灵与身体迅速衰老，绝对不能有的思维方式；第二，中了这些症状，您就成了老害，教您认清老害的真面目；第三，老年的孤独不是不幸，老年能让您获得自由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心灵和身体迅速老化，绝对不能有的思维方式。首先介绍一下本书的核心理念，那就是不要执着于自己的实际年龄，抛开年龄的概念。如果过于执着于自己的年龄，您的心灵和身体都会迅速衰老。大家对自己的年龄有什么看法呢？是否因为年龄而放弃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呢？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几岁，但我们平时并不会刻意去意识到它。也许只有在生日来临时，才会感叹我已经多少岁了。其实实际年龄只是一个数字，它并不会带来实际的感受。每个人开始感到身体不再灵活，头脑不再敏锐的年龄都不同。60岁并不意味着身体一定会变得不灵活，70岁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失智。换句话说，衰老的速度因人而异，年龄本身只是个数字，如果不去计算，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实际年龄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不计算年龄的民族，他们一定会过得更加自由，不会被年龄束缚。看起来年轻、心态年轻的人，实际上也真的更年轻。年龄在这其中并不重要。尽管如此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，往往会因为年龄而选择不去做某些事情。然而，请想一想，生活中那些时刻意识到自己年龄，因而过得谨慎小心的人，与那些忘记了年龄，追随自己的兴趣，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人，哪一类人每天过得更加充实和有活力呢？毫无疑问，答案是后者。执着于实际年龄，实际上是让我们拿出一个并没有具体感受的概念，并主动去套用在自己身上，从而限制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从某个年龄开始，这种固定观念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局限和僵化。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样一种不自然的生活方式呢？
这或许是因为给自己套上枷锁，会让生活变得轻松一些，像手铐脚镣一样，束缚我们自由的东西，同样可以是内心的枷锁。而年龄正是这样一种方便的枷锁。我们可以通过告诉自己我已经75岁了，或者我已经过了80岁，来封闭自己的兴趣和愿望。如果不这样，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自己不愿接受的事实，比如我们不愿挑战，是因为害怕、不想努力，或者只是懒得去做。然而，任何人都不愿正视自己不喜欢的一面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会让自己相信这是因为年龄大了，没办法。但是这种枷锁会逐渐束缚您的心灵，它就像一种夺走心灵自由的奇怪咒语，而这就是年龄的诅咒。我们每个人都在给自己施加年龄的咒语，通过不断告诉自己已经不年轻了，我们剥夺了自己心灵的自由。一旦陷入这个年龄的诅咒中，我们的心灵将越来越不自由，变得日益衰老。比如说，您可能会告诉自己我已经80岁了，穿的衣服也要挑选朴素的颜色。您会开始压抑自己的愿望，变得越来越谨慎，因为年纪大了，您给自己踩下了刹车。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。可怕之处在于，最初只是在心中产生的年龄诅咒，最后会扩展到行动上。当我们说出年纪大了的时候，脑海中会不自觉地浮现出老年人的形象。当我们用年纪大了的想法束缚心灵时，首先会影响外在表现，比如觉得我不能再穿这种衣服了，或不能再留这种发型了，于是开始选择那些我们认为适合老年人的打扮。渐渐的，我们会对自己说年纪大了，做这样的事太丢脸了。我们越来越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个老人。那么结果会如何呢？您的思维、外貌和行为都会慢慢接近您脑中描绘的老年形象。也就是说，原本更加年轻的您，会迅速变得与自己想象中的老年人相吻合。通过执着于年龄，我们逐渐丧失了心灵和行动的自由，最终变得像我们想象中的高龄老人一样。由于您主动选择了与自己年龄相符的生活方式，失去年轻外表和活力也就不可避免了。不仅如此，正因为我们怀有挑战的心，怀有我想做某件事的欲望，生活才变得有趣。如果这些年轻的心态消失了，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会失去乐趣。最终，你会在本应是人生中自由的最后阶段，因为自我设限而度过不自由的时光。作者将这种状态称为心灵的老化。回顾一下您最近的生活吧，是不是曾经因为年龄而放弃了某些事情，或停止了某些活动呢？其实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心灵的老化正在悄然发生，因为心灵的世界本来就是模糊而抽象的，因此我们很难察觉到它的老化。如果是身体的老化，它会通过体力的衰退或能力的下降显现出来，我们比较容易察觉。相反，通过身体的感知产生的我确实老了的感受，也会成为心灵的刹车。身体的衰老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年龄，从而导致心灵的老化。心灵已经开始老化的人与仍然保持年轻心态的人，即使面对相同的身体衰老，感受也会不同。有些人会觉得只能平静地度过余生，而另一些人则会觉得现在不享受生活，更待何时？就像对待食物一样，有些人会认为我年纪大了，必须吃得简单些，而另一些人则会觉得趁还健康的时候，尽量吃我想吃的。有的人可能会因为体力下降，决定去健身房锻炼以保持或提升体力，这也是心灵保持年轻的表现。大家年轻的时候，一旦感觉到体力下降，就会考虑通过运动来增强体力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当我们意识到体力下降时，反而会觉得年纪大了，也没办法，于是开始放弃了。心态年轻的人，即便面对相同的情况，也不会因为年龄而选择放弃。他们会像年轻人一样积极投入到运动中，满怀热情地享受当下的人生。尽管身体的老化已经开始，但心态保持年轻的人仍然可以不断迎接挑战，这反而有助于延缓身体的老化。这样看来，
老化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年龄枷锁，即对自己实际年龄的过度关注。前面提到的例子中，当我们意识到身体老化时，过于在意自己的实际年龄，心态也因此急剧变化，给自己加上年纪大了就该如此的限制。这种年龄枷锁并不是在老年时才开始，很多人在中年时期就已经开始感受到了。比如说，我已经40多岁了，或者60岁了，这些想法开始侵蚀我们的心灵。大家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呢？在某个年龄节点时，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年龄，并因此压抑了许多计划和希望。心灵的衰老会逐渐将现实的生活也推向老化。您是否也遇到过那些总是说你年纪大了，别折腾了的人呢？这些人之所以看起来显得苍老，就是因为他们过于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年龄，而这种意识让他们忍不住对他人评头论足。事实是，越是被年龄束缚的人，老化得越快。因此，想要永远保持年轻的秘诀非常简单，就是忘记自己的年龄。只要不去在意年龄，我们就能从年龄枷锁中解脱出来，保持年轻的心态，享受人生的每一刻。当然，实际操作却并不容易，因为社会和周围的人时刻都会提醒你要考虑自己的年龄。当我们想要开始一项新的兴趣、学习或娱乐时，往往会自问：我这个年纪，现在做这个是不是太迟了？是不是浪费钱？这些内心的声音让我们瞬间失去了最初的热情和冲动。更糟糕的是，当我们因为年龄而放弃某些事情时，还会为此感到心安，甚至自我夸赞，幸好没有冲动做这件傻事。许多人也会觉得自己做出了明智的决定，认为放弃是对的，因为他们害怕失败或半途而废。于是，年龄成为了获得安全感的借口和工具。从年轻时开始，我们就逐渐学会了在年纪面前退缩，心中认为这样才能获得安全感。这种符合年龄的行为逐渐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被教导不要任性，不要给他人添麻烦。尤其是成长在日本文化中的我们，许多人都接受了这种教育。当然，社会的常识和规则有些确实是为了维持秩序和减少对他人的不便，但其中也有很多并不遵守也无妨的规则。尽管如此，出于害怕被嫌弃或破坏团队精神，我们往往会压抑自己的想法，过着隐忍的生活。年纪大了之后，这种压抑和忍耐反而会让我们感到安心，甚至会因为没有做出大胆的选择而感到庆幸，认为自己走在了正确的轨道上。然而，到了老年，就不再需要追求这种小小的安心了，因为那时束缚您的组织已不再存在，家庭和工作的责任也逐渐减轻。那些曾经让您感到焦虑的因素，例如退休年龄、孩子的教育费用、职位成就等等，到了那个时候都已经不再是负担。因此，老年真正的美好之处在于它带来的自由。您可以尽情享受这种自由，年龄再也不该成为您的桎梏。每当您意识到自己的年龄时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，我已经有资格随心所欲了。老年意味着您可以重新找回心灵的自由，而仅仅意识到这一点，就能让您的心灵重新焕发青春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探讨如何具体地做到忘记实际年龄。当您超过50岁时，以前的社会普遍会认为你已经是老人了，但如果放到现在平均寿命接近50岁的社会环境来看，会发现现今的50岁与过去的30岁几乎无异。也许有人会坚持认为50多岁依然是老年，但这样的想法可能是被年龄的枷锁所束缚。在当今社会，40岁或50岁的人仍然被视为年轻，甚至30岁的人都还被当作孩子看待。我们可以看出，现代社会对年龄的定义正在改变。我们也应该放下对年龄的过度关注，尽情享受生活。如果你还在为年龄惊讶，那就该意识到，如今的时代，实际年龄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了。以年龄来评判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能被认为看起来年轻，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请从年龄的束缚中解放自己吧。那些能轻松摆脱年龄束缚并重新找回心灵自由的人，
能够尽情享受长寿的晚年。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，意识到这一点后，去挑战那些因为年龄放弃的事情，尽情享受吧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如果符合这些特征，您可能已经是老害了。让我来告诉您，什么样的人会被称为老害。有些人只是年纪大了，却表现得很傲慢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仅仅因为比别人年长一点，就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他人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高龄者，90岁的人如果摆架子，也只会被100岁的人嘲笑。关键是要忘记自己的实际年龄，保持一颗年轻的心。真正心态年轻的人根本不会去谈论自己的年龄，而那些主动提起年龄或者夸耀老龄的人，实际上是被一种虚无的观念束缚，过得并不自由。这样的人就像是自己介绍说，我被年龄束缚着，不需要主动接近这些人或团体。如果您发现自己符合这样的特征，请立即实践本书中的建议，不要再被年龄束缚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自己的年龄，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，尽情去做想做的事。当意识到自己真的衰老时，也要坦然接受那一刻的到来。当真正的时刻来临时，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寿命，无论活到几岁，都是每个人独特的命运。记住，年龄只是一个跟随我们而来的数字，绝不应该成为束缚自己的理由。在人际关系方面，老年期最美妙的一点就是无需再在意年龄。在工作期间，交往的对象往往与工作有关，必须考虑对方比自己年轻还是年长。然而退休后，身份和上下关系的束缚解除了，您只需要与自己喜欢、相处愉快的人交往，不必再顾虑年龄。当然，礼仪仍然很重要，这是双方都应该遵守的原则。即使对方年长，只要保持礼貌，他们也不会以高高在上的方式对待您。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，没有任何妨碍心灵自由的因素，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，真正享受相处的乐趣。想想看，这样的人际关系在过去的任何时期都不曾真正存在。无论是学生时代，还是20多岁、30多岁时，总是有着前辈和后辈的区别。与年长者交往时，会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言辞，有时甚至连意见都会改变。但现在不再需要顾虑这些，只需和相处愉快的人交往，这实在是太棒了。然而那些仍被年龄束缚困住的人，却会不由自主地拿自己和别人比年龄，这正是老害的根本所在。如果知道对方年长，他们则会同情地说，那个人看起来年轻，但肯定是刻意在打扮。这样的人总是试图将年龄引入人际关系中，尽管他们已经进入了不需要关心对方年龄的生活阶段，却还在自找麻烦地构建不自由的人际关系。这正是老害的典型表现。当他们试图将年龄纳入话题时，目的往往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优越感。如果发现对方比自己年轻，他们则会开始表现出傲慢，自分比对方年长时，如果因此就想摆架子，那只是单纯的在炫耀。若把实际年龄当作权威的象征，就会变成令人讨厌的老顽固。请记住，这种行为是最受人厌恶的。事实上，哪怕您只是提到自己的实际年龄，也已经被年纪束缚住了。如果还因此试图占据上风，只会进一步被人排斥。因此，牢记我们反复强调的关键点，保持内心的年轻，和实际年龄保持距离，忘记实际年龄也无妨。这样您就能自然避免成为老顽固，永葆青春活力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老年的孤独不是不幸。老年能让您获得自由。如果您已步入高龄，根本不必在意朋友的数量。正如前文所述，步入晚年后，人际关系变得更加自由，工作中的应酬也减少，只需与自己真正想交往的人相处。而进入晚年后，人际关系中的自由，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些许冷酷的现实，例如长时间的朋友或玩伴等不再束缚您内心的人际关系，可能会逐渐消失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随着年龄增长，
自然会出现断断续续的人际关系。这一点我们必须接受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您可能逐渐感到孤独。当人们提到孤独的老人，总会联想到没人愿意接近他们，认为他们性格古怪，不合群。但这样的看法过于片面。实际上，有很多人在朋友不多的情况下，仍然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按照自己的方式过日子。只要他们享受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生活依然充满乐趣。此外，终有一天，每个人都会变得孤独。越早意识到其中的轻松自在越好。当您变老后，朋友的数量变得不再重要。不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，独居的老年人比比皆是。在当今社会，独自一人也能享受无数乐趣。这是一个可以充分享受自我自由的时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也一定会觉得，独自一人享受晚年并非坏事。无论是去电影院看电影、逛街，还是独自去看一些地方艺人的表演，独自出行的选择多的是。孤独的老年并不代表不幸，只要您能接受这点，就不会再害怕独处。此时的人生是一段奖励，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，不必顾虑他人对您的看法。每年都数着自己已经几岁，或者还有多少年到多少岁。这种生活方式应该到此为止了。活着的每一天都应该是享受人生的时刻。你已经辛苦了大半生，如今终于获得了自由的奖励。接下来要考虑的，就是如何尽情享受剩下的时光。您可能再活5年、10年，甚至更长，没人能预料未来的具体时长。将这段时光视作人生的奖励，您可以尽情玩乐，花光积蓄，也可以浪费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。无论他人或社会怎么看，都可以自豪地说，我正在享受自己的奖励时光。当然，现实中如果有家人，也许不能完全随心所欲，但若独自生活，那您可以尽情挥霍，自由享乐。这种心态才是未来生活的重要部分。当您进入晚年，成为一个人时，可以心想，我终于要独自度过余生了。从此，我将按照自己的节奏享受剩下的时光。决定好这一点后，尽情享受您一个人最美好的老年生活吧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